视频里这位白人阿姨叫 Mary， 根据账号名可以猜测她今年58岁。她对着镜头哽咽着就说说你们看到了吗？截图里面那个是我正在一个中国的平台上用中文和中国人聊天，然后就忍不住哽咽起来。之后她又继续说，他们对我说你好啊，你在做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他们说我正在喝冷水。哎呀，我真的有点情绪化了。但是呢，她又继续哽咽，然后又说我没有怎么读过书，没念过大学，但现在的科技啊，真的是。这是我生命里非常美妙的一个时刻，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时刻，所以我想把它分享给你们。可能有人就不理解Mary 为什么会感动到落泪啊，也可能有人觉得有点矫情，但我真的是看了这段视频被他深深打动了呀。我也真的挺感动的。这段视频我会放在节目的最后，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完整版，非常动人。这段视频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他们希望全世界最强大的2个国家的人民彼此仇视，但现在我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区别。还有一条高赞评论是，如果真的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的联络再次断开，我们也一定要记住此刻对彼此的爱与信任。如果以后有诋毁彼此的言论，我们可以在内心坚定地对自己说，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国 TikTok 难民疯狂入驻小红书事件。小红书现在真的是早 C 晚 A 了哈，白天 Chinese， 晚上 American， 已经被戏称为新的洋务运动，领悟的悟啊。早 C 晚 A， 这不是大家说的是谷爱凌吗？别瞎说大实话啊。我们说正题啊，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美国 TikTok 难民蜂拥入驻小红书这个群体性事件。这个阵势让4波人彻底慌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吧，这绝对是群体性聚集事件。迎来泼天流量的为什么是小红书。为什么 TikTok 难民入驻之后，他们涨粉数量如此之快？4. 为什么老百姓对账这件事儿发生在了小红书？其实以前在 X 平台也有很多中国人，也有很多老外，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账的事情啊。5. 田忌赛马产生了虚假自豪感。6. 预测一下小红书预尝的巨大风险和这次群体事件的最终结局。1月15号。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公告，他们计划在周日，也就是1月19号，美国不卖就禁法律生效的截止日期，主动对其 1.7 亿的美国用户关闭应用程序。TikTok 的目的是向所有用户展示这个禁令的影响，对政府施加压力，同时预计会引发一批用户对政府的诉讼和控诉，这大概率能帮助他们重返美国市场。受此影响，一批自称 TikTok Refugee，也就是 TikTok 难民的美国区用户来到了小红书，来自更多国家的用户紧随其后，纷至沓来。在过去的几天里，小红书的全球化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席卷了整个互联网。14号的第一天是打招呼，第2天网友就开始交猫税，也就是晒自己的猫的照片，没有了猫就晒狗，从而获得网友入驻许可。当然这开玩笑哈。从第3天开始，从收入到教育医疗费用，从房租到饮食，中美网友之间开始拉清单比较费用。更重要的是，小红书提供的这个平台能够让网友非常方便的贴视频和照片，主打一个真实，而不是网上的那种经过转手加工过的信息。评论区更是精彩纷呈巩固这种真实性。这其实是小红书目前给双方网友最大的价值。现在小红书上乌泱泱的都是美国人，那按照官方的定义，那不就是绝对的群体性聚集事件吗？好在不是真人实际聚集，而是顺着一根说拔就能拔的网线过来的。而且不只是美国人在疯狂入驻小红书，其他国家的人也闻风而动。这几天小红书在80个海外国家和地区的 App Store 上下载量夺冠，整个欧洲已经全部沦陷，什么英法德意、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南美还多个国家都是排第1，并且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 Store 上成为下载量第2到10名的应用。甚至这个风潮也拉动了中国大陆小红书的下载量，很多大陆人也是抱着扎堆来看外国人的意图来下载小红书的。目前中国 App Store 小红书名列第4。对，我妈一个从来不用小红书的人也来下载小红书了，就是想看看这个盛况。这第一波慌了的就是监管有关部门以及小红书的这个管理层哈。人肉实体具体咱好说立即驱散就完事儿了。但顺着网线过来的，那就让有关部门为难了。
现在正是中美重新修复美好关系的关键时刻呀。上个月你看人民日报不还是已经开始征文了吗？我预测这一次征文的大奖绝对会和这次的小红书中美老百姓大联欢有关，所以这一次美国网友的疯狂涌入利用好了是一个机会，但如果没控制好，问题也非常大，弄不好啊还会有人掉乌纱帽啊，因为美国人啊自由惯了，想说啥就说啥，尤其这帮人还基本就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年轻人构成的。他们涌入小红书就是为了反对他们本国政府的封杀 TikTok， 这就是有一批反骨的人呐，追求自由的人呐。那境外势力再利用，再加上小红书的英文审查机制现在还没有完善起来，那事情的走向不可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别看现在还是一片和谐啊，两边的老百姓只是处在对账单的阶段呢。那但现在呢，监管层肯定很慌啊，小红书的管理层肯定也非常慌啊。如果出了大问题，那泼天流量带来的就不是泼天富贵，反而可能是一场劫难。第二波慌了的就是搞擦边视频和才艺视频的主播，因为大陆这边的所谓擦边放在美国少男少女那边啊，那简直都可以说是保守，穿着清凉本来就是人家的日常嘛。这些擦边主播的粉丝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观众会被 TikTok 难民主播吸引走，而那些搞才艺视频的主播也会迎来非常强大的对手啊。这位网友就说嘛，内娱都要被干掉了，他就看到了一些并不出名的美国乡村民谣的歌手，就直接降维打击咱们这边什么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修音的那些歌手。当然这个网友的说法比较夸张哈，内娱肯定不会被干掉，但是相形之下呀，这些才艺主播的业务水平急需提升的压力就确实大了。第三波慌了的就是中美其他的社交网络平台。据说啊 Facebook 是推动这次禁 TikTok 背后的主要推手，他们想的是这个 TikTok 被封禁了之后，那这些美国用户就会跑到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些类似的平台上，对不对？自己就可以获得一大批新用户。但是扎克伯格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做了从技术工作到游说政府各种各样的工作之后啊，最大的受益者居然是小红书，而不是他们自己啊。那中国的一些其他的网络平台啊，像微博呀、快手这些管理层，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了董事会的压力。那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给力啊？就不能像小红书一样去瓜分点流量吗？你们这帮瓜娃子不中用啊！美国的这些 TikTok 难民，他为什么就没有选择美国的自己的社交平台啊？因为美国的这个社交平台主要就是由脸书把控，而据称啊，这个脸书是推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最大的推手，所以美国这帮反骨啊，就近乎采取了一种叛逆式的转移方式，他就是要找一个中国的社交平台转移过去。自13号起，小红书这个小而美的在北美地区聚焦购物分享的 App 就成为了美国 TikTok 网友的目的地。有不少美国网友义愤填膺的就说，不是不让我们用中国 app 吗？怕他们掌握我们的数据吗？啊，那我们就送数据过去，嘿嘿，就这么叛逆啊！你不让我用，我就偏用，这也算是一种行为艺术了。这种反抗其实是 TikTok 公司希望见到的，但没想到美国网友对字节跳动的忠诚度不高啊，没有用他们的另一款软件 Lemonade， 而是转投了小红书。这些难民谁第一个发现的小红书呀？谁第一个发现小红书，并且号召大家来入驻小红书啊？这已经无从考证。但非常明确的一点啊，为什么美国人选的是小红书而不是中国版的 TikTok 抖音呢？核心原因就是小红书可以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手机号进行注册，而且在全球的 App Store 上都可以下载同一个版本的小红书。但是抖音用户必须要切换到中国大陆的 App Store 区域才能下载，在北美的 App Store 上就没有抖音这个 App， 而且随着迁移的人越来越多，就发生了互联网的马太效应，也就是说，但凡给你的还要给你更多。一个 App 的客户其实不容易分散转移到不同的 App 上去的，只有所有的用户在同一个平台上，原有的这个社交关系才是最容易保持完整的。那就当很多美国 TikTok 的博主啊，就在 TikTok 上就呼吁自己的粉丝去注册小红书，因为他们自己就要过去了，所以他们的粉丝也会因此而迁移过去。这一趋势正在形成，那么转移的量级就是天量的。现在可能啊还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啊这个小红书在承接 TikTok 的问题上，只是这么短短几天就取得了领先优势。那其他的平台呢，即便他们有新动作，也很难以追赶了。唯一还有可能争夺这个用户的还是 TikTok 本身，他们也许会针对这个现象尽快做出调整。好在川普马上就要上任，
TikTok CEO 周受资也即将出席川普的就职仪式。TikTok 在美国大概率不会被真的禁止，未来能够让小红书吐出来一部分用户，那只有 TikTok 了。美国网友大量进入小红书之后，他们有一个新奇的体验，就是他们涨粉真那么容易啊！特别是最早入驻的一批啊，说几句对中国人礼貌的话，几张友好的图片，最好再说一句我爱中国啊，就可能哗哗涨粉。甚至在这样的大规模搬迁行动中，新入驻的美国博主力压中国的小红书博主，能持续性的拿到流量算法推荐的流量头条。现在随便哪个大陆人打开自己的小红书首页，那界面全都是老外的面孔哈。以前大陆墙内的朋友，如果要看到外国人拍的这些短视频啊，或者介绍自己的生活图文呐，往往都是要通过微博啊等等一些自媒体搬运过去，既没有实时性，又不够丰富。这回好了，小红书那也是会做生意的，他们要拿捏这波流量，那就一定要把这波新奇信息放大再放大，以洪水猛兽的方式浇灌到每个大陆用户的心田。何况美国 TikTok 达人质量也非常高，这群人只要在小红书上增了粉，就不会仅仅当做一次性行为艺术了，他会长久的在这里驻扎下来。这尤其对于 TikTok 原来那些粉丝量还不够大，但是质量又比较高的博主来说，就更有诱惑力。说白了，老外在小红书上涨粉如此之快，核心原因是这是自从有互联网以来如此大的体量的中美网友直接对接的第一次啊，绝对是第一次。而且小红书毕竟沉淀了3亿的中国用户，这对于 TikTok 难民来说，那就是一个富饶的金矿，就是一个满满的都是鱼的水库，随便一钓就是上鱼啊！这些中国用户，那对于老外博主既充满了新奇，又充满了包容，说2句好话就可能成为他们的粉丝。这里所谓的对账，指的就是现在小红书上的中国和西方用户之间就开始公开晒各种账单，晒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各种费用，其实就是在分享和交换生活方式以及各项费用。其实以前 X 平台也有很多大陆的中国人，也有很多老外，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账的事情，对不对？这就不得不说呀，小红书的特殊生态以及分享视频和图片的这种便捷性。小红书最开始是很多人在上面分享各种经验、攻略和日常的平台，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搜索引擎，因为在这里搜索攻略等等一些信息就不涉及到百度什么那些各种广告和垃圾信息，很少有信息的污染，都是活生生的用户提供的真实有效的信息。而且呢，可以通过评论进一步验证这个信息的有效性。现在随着西方博主的入驻，中西方老百姓之间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搜索到最直接、最实时、最真实的信息，空前的方便。而且空前的热情，那都是其他平台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小红书以后也许会继续往信息搜索引擎的方向发展，成为生活类最真实有效的信息来源地。事情发展到这里有很多大陆的中国人非常的自豪，认为这次美国 TikTok 难民的入驻，让中国网友结结实实的向西方发达国家展示了中国低廉的生活成本、教育和医疗费用。中国人呢，可以用绝对值不高的收入，但却可以享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大意就是大概3000人民币的月收入和美国2000美元的月收入的生活水平相当，甚至更好。我看了一些视频的确，一些美国人晒的是他们自己美国最低收入标准，年收入大概3万左右，属于美国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普通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一些美国的年轻人，即便他父母呢是有些资产，但工作之后这些年轻人就会独立生活，主要靠自己，而不像中国的年轻人相当大的比例会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在购房方面得到父母的直接经济支持尤其是小红书上的这个小资用户，往往就是来自于中产家庭，能够得到家里的很多帮助。那么美国的年轻人就会惊叹中国年轻人这个小资生活且不说最近那些上海街头开豪车炸街给韩国人看那些少爷小姐们就普通中产家庭的这些年轻人在吃穿方面其实也都是确实挺滋润，看起来远比美国屌丝年轻人过得要好。那众所周知美国最让人吐槽的呢又是这个医疗系统，如果没有医疗保险，那随便看个牙治个病动辄就是几千几万美元比起中国的这个医疗费用的确是天价。但是我得说
目前大家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尤其是你看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性大不相同，大部分中国人喜欢向外国人展示自己的优点，藏起来自己的缺点；美国人喜欢骂自己的政府，吐槽不合理和问题。那中国大陆过去1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糟心事儿，也不少哈，从食品安全到空气污染，从进口药在公立医院的消失到大量的失业人口和月收入低于1000的人群，甚至这 A 股10几年不变的3000点保卫战，这些信息慢慢也都会呈现出来。而且小红书3亿中国用户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一群人，他们背后是中国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家庭，那些月收入低于1000的几亿人并不是小红书的用户嘛，这些低收入者是快手等等一些平台的用户。所以在这里对账，对的是过得偏好的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账单，他们不少人都有过出国旅游和坐飞机的经验，而中国有几亿人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如果这帮难民冲到快手里面去看，那就是另一幅画面了。而这些 TikTok 难民呢，他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真的就是美国收入最低的群体，拿的就是美国的最低标准，年收入2-3万美元。这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层收入人群在和美国的低收入人群在对账单，就有一种田忌赛马的感觉，对不对？就显得中国这边收入支出性价比更有优势了。就比如说有一个美国人就问说据说中国的房子都是没有院子的，于是呢就有很多中国人在评论区里晒出自己家里的院子。那这些晒出院子的中国人，他能代表那些1、2、3线城市里面住楼房的城市人口吗？当然不能了。估计随着信息的进一步深入交流以及更多用户的入驻这种优越感就会慢慢被拉平了。首先，中国政府一定会担心这些外国网友随便乱说话那要怎么管呢？以前像小红书微博、快手等等各个平台之所以管得特别容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平台全都需要中国人用手机号注册，而中国人的手机号就是实名注册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账号背面是谁一清二楚，谁要是敢乱说话，没啥商量，立刻封禁，甚至会涉及到违法犯罪。那普通人谁敢乱说话呀？对吧？给你几个胆子你也不敢呢。但是呢，美国人用一个手机号也可以注册小红书了那仅仅通过一个手机号就可以实现注册，那就让小红书和中国大陆就无法了解这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或者即便知道是谁，也没有办法认定为什么违法犯罪抓起来。那首先这就失去了威慑力，对不对？那没有了威慑力，还可以封禁是吧？那如果乱说话，就把他账号禁掉呗。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账号做得很大了，他其实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属于个人财产了。如果小红书你因为别人说了几句话就去封一个很大的一个账号，这就属于侵犯个人财产了。以前对于大陆中国人的好管理，说封谁就封谁那也不敢吱声。现在老美来了那他没准就会去美国的法院起诉。那对于小红书未来的国际化来说，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风险。那我们来看一看字节跳动的海外版 TikTok 是怎么应对这种风险的那就是除了公认的涉及战争、恐怖、仇恨等言论之外，在 TikTok 上发表政治有关的言论他们是不处理的。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评论和讽刺，所以很快一定就会有人利用这次中美两国网友平台大融合，就会有一些账号在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发表跟政治有关的敏感言论，会触碰到敏感地带、敏感神经。现在就已经有一些美国网友吐槽嘛，他们尝到了帖子封禁的铁拳。有不少时政博主就评论说小红书是无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和财富的，因为中国政府的管控必然让很多欧美用户不习惯这里的不自由，最后退出甚至抵制这个平台。那我是不认同这个观点的小红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主流国家 App Store 第1名，已经沉淀下来大量的全球用户了，再加上原来的3亿中国用户，这绝对是一个流量金矿。未来一定是真金白银，在金钱诱惑面前，会有一些人可能选择退出，但大部分有实力的流量博主只会紧紧抓住这些机会，不会轻易放弃。你放弃就意味着别人更好的机会，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大量的头部博主会遵守这个平台的规则，不会去触碰政治敏感神经，而这些头部博主又会吸引他们的粉丝在这里驻扎下来，而且中国政府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急需外贸来提振，能够看到难得一见的百姓之间的和平友好的交流，展示一些中国的软实力，这也是中国政府乐见其成的。
所以只会研究如何规避政治敏感问题，而不会随便进行处理和封禁。所以估计最后小红书它还是要依靠审查机制，结合 AI、结合人工的方式，进行对帖子进行高强度的检查和密集处理。那对于欧美账号呢，主要也是以删帖的方式，而不是封禁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而小红书也必然会随着这波流量走向国际化，而这个国际化的尝试，对于中国大陆网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脱离出像快手、抖音等等平台营造的那种信息茧房和奶头热，减少那些搬运博主胡编乱造的这个虚假信息污染，还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就是怎么生活的，减少仇日、仇美、仇恨境外势力的情绪，有利于民智开启。这次的中美网友大融合，那是现象级的、世界级的，意义呢，也许是深远的。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追求更快、更高和更强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方式，抛开了战争和政治，通过体育呢促进相互的了解一样那小红书如果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桥梁，也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小红书在全球的这个流行，我是乐观其成，也许会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新的契机。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突破语言的障碍，全球用户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友好交流，普通百姓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做生活分享交流，这还可能促进全球民众这个经贸合作。这一切仿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网络上的香港的可能性。同时这些小红书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观察的风向标嘛。如果将来对海外用户进一步实行了封禁，那么这个信号就非常明确了。我记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某个领导人率队就访问欧洲，当他看到欧洲普通工人的家庭都能拥有汽车、一日三餐，然后有充足的肉蛋奶，这也深深地震撼了他，然后也下定决心回国之后推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能够更直接看到外边的世界，确实太有用了。能够看到更丰富的、更立体的世界，一定会改变人的想法的。而几十年之后呢，当年小红书的年轻人成为中国社会骨干的时候，中国社会经营的整体的独立思考水平一定会提升一大截。所以小红书也许不仅仅因为美国政府封禁 TikTok 会获得泼天财富，还有可能成就推动社会进步的无量功德呢。现在这扇窗口打开了，照进了一丝暖洋洋的阳光，希望这段阳光能久一点。本期就讲完了，感谢收看。I'm having a bit of a moment, and I just want to show you guys something. That's me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in China in Chinese. They said, hello, welcome, what are you drinking? Ooh, I don't know why I'm being so emotional. And then I said back, hello, thank you, I'm drinking ice water from an old jar. Listen, I know the technology to do this has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but I'm not a sophisticated person. I'm not college educated, but this was not on my bingo card for 2025. This was not on my bingo card. Okay, hang on, let me just fucking wipe my face. Just after so long feeling like I've wanted to exist in any other time than this, suddenly it's a wonderful time to be alive. In that moment, it's a wonderful time to be alive. So I just wanted to share that.